很多人会认为自己的频道没有成长是因为自己的观看量不够，但其实还有更多重要的数据能够帮助你频道更快速的成长。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每周我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很多观众都会问我，他们想要自己的频道成长，他们也想去看自己的后台数据，但是面对这么多后台数据，他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天我就会带你了解，在你的后台数据里，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最能够影响你频道成长的。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就能够知道如何获得更多订阅者，如何获得更多的观看量，从而获得更多的 YouTube 收入。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数据就是你频道里面最热门的影片。你可以把你频道里面的影片按照观看量从多到少排序，这样你就能够知道你频道里面最热门的影片了。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频道，点击这个排序方式，选择最热门。这功能就能够让你知道你频道里面哪些影片表现最好，哪些话题是观众最喜欢的。这些表现好的影片已经是被观众证明过的，他们喜欢看这样的影片。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出更多类似的话题，也能够吸引观众兴趣，这些影片的观看量也会不错。这个功能不仅能够使用在你自己的频道上，也可以使用在别人的频道上。例如你是一名健身博主，你也可以去看你的同领域频道，你可以来到他的频道去看他最热门的影片。例如这个健身频道，你可以选择排序方式，点击最热门，在这里你就可以找到他最热门的影片。你们分享的是同类型的观众，所以你也就能够知道你的针对观众，他们也喜欢看这样的影片。例如他的观众喜欢看如何减脂的影片，如何纠正体态的影片，如何无器械高效练出腹肌的影片。所以如果你也能够做出类似的话题，那么观众也会喜欢你这样的影片。所以这个方法就能够让你知道，在你的频道领域里面有哪些话题是比较热门的，是比较流行的。第二个数据就是你频道里面近期热门的影片。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点击数据分析，在这里就会显示你在此时间段里面的热门影片。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在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在过去28天的时间段。你可以通过这个数据了解你频道里面的影片最近的表现，有哪些影片表现好，帮助了你频道成长。例如在我的频道里面，在过去28天有这些影片表现是非常好的。例如有这部 YouTube 片头动画教学的影片获得了7355次的观看次数，有新手剪辑软体的影片获得了3041次的观看次数，有 YouTube 教学的影片获得了2492次的观看次数。所以如果我想延续这个成长趋势，或者我想加速我的频道成长趋势，我可以再制作出类似的内容。例如我可以再制作出一部 YouTube 片头教学的影片，或者我可以再更新一部 YouTube 缩图教学的影片。第三个重要的数据就是展示次数以及带来的观看时长。YouTube 算法的运行原理就是你的影片会得到一定的展示次数，你的影片会被展示到 YouTube 首页、YouTube 搜索、订阅内容、推荐内容等等，然后观众会选择点开或者是不点开。如果观众成功的点开并且观看了这部影片，你的影片就会得到观看时长。在 YouTube 后台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数据图，你可以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选择数据分析，然后点击覆盖面，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展示次数以及带来的观看时长的漏斗图。这个图非常重要，这个图就会告诉你你获得展示次数是如何最后转化成观看时长的。我们可以看到展示次数在最上方，观看时长在最下方，这是因为观看时长是最重要的。 YouTube 算法非常看重你影片带来的观看时长。我们要知道 YouTube 算法的目的就是想要让观众待在 YouTube 平台上越久越好，所以如果你影片能够带来很多的观看时长，就达到了 YouTube 算法的目的，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帮助你推荐这部影片给越来越多的观众。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频道里面，在过去28天我获得了 110.8万的展示次数，其中有 31.4% 来自于 YouTube 算法的推荐。我们可以再点开详细看一下 YouTube 算法对我的推荐，有 17.1% 的流量是来自观看页面上的推荐，有 14.2% 的流量是来自 YouTube 首页上的推荐。再接下来就是展示点击率，我的展示点击率为 5.5%。在 YouTube 上平均的展示点击率为 2% 到 10%， 由于不同的主题、不同影片话题会导致展示点击率有高有低。这里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的频道成长，尽量让自己的每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比自己的频道平均展示点击率高，这样就更有概率让你的频道更快速的成长。在你的影片获得展示点击率之后，就会带来观看次数。在这里可以看到，通过 5.5% 的展示点击率，我获得 6.1万次的观看次数。观看量之所以在观看时长的上面，就是因为观看量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可能你的影片获得很多的观看量，但是这些观看量并没有转化成很多的观看时长，你的影片还是没有能够帮助 YouTube 把观众留在这个平台上。然后我的平均观看时长为2分钟59秒，然后总体的观看时长为3019.38个小时。观看时长最重要，你的影片要尽量的留住观众。YouTube 不希望看到你的一部10分钟的影片，观众只看了1分钟、2分钟。有很多方法能够帮你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吸引人的开场。观众在点开你的影片之后，你有半分钟到1分钟的时间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一个吸引人的开场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这部影片会教你如何为你的影片开场，吸引观众注意力，防止观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大量流失，增加你影片的观看时长。同时你也可以找找每一部影片的质量数据图，例如我可以查到这部影片，你点击这部影片，找到覆盖面，也能够找到这样的漏斗图。例如我的这部影片，它获得222万次的展示次数，其中有 56.5% 来自于 YouTube 上的推荐，展示点击率为 6.8%， 获得了 15.1万次的观看次数，平均的观看时长为2分23秒，总共带来的观看时长为6000个小时。从这个图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有些影片表现好，有些影片表现差，可能是因为它的展示点击率，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观看时长。第4个重要数据就是流量来源。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选择数据分析，点击覆盖面，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图来显示你的流量来源类型。例如我的第一流量来源是 YouTube 搜索，第2是浏览功能，第3是外部。你也可以选择展开，在这里会有更详细的数据。例如我的 YouTube 搜索展示次数为40万次，得到的展示点击率为 9.2%， 总完成的观看次数为41000次。第2个浏览功能展示次数为20万次，展示点击率为 5.3%， 转化成的观看次数为16万次。同时我们可以再查找 YouTube 搜索，在这里就会展示给你看，观众是通过搜索什么样的关键词来搜索到你的影片的。例如有很多观众搜索 YouTube 收入、搜索赚钱、搜索片头制作、搜索 Filmora 来找到我的影片，所以从这里我就知道观众是搜索这些关键词来找到我的影片的。我之后也可以再围绕这些关键词制作更多相关的影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推荐影片，推荐影片就是在其他影片旁边或者是其他影片播放完之后显示的推荐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推荐影片都是我自己的影片，这就证明了如果你的频道是围绕一个主题的，你的影片会互相推荐影片，这样给你增加更多的流量。第5个重要数据就是观众的活跃时间。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点击数据分析，选择观众，在这里就可以查找一个图，能够告诉你的观众在何时使用 YouTube。很多人发布影片的时间都很随意，想发的时候就发，但是如果你想要让你影片在一开始的时候获得很多的流量，你就需要在你的观众最活跃的时间段发布影片。以我的频道为例子，我的观众最活跃的时间段为上午8点到上午10点，所以我的影片发布时间都是围绕这个时间段的。如果选择下午6点发布影片，那么我的影片就会获得很少的观看量，因为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我的观众在使用 YouTube。第6个重要数据就是续看率图。每一部影片都有自己的续看率图，你能够从中获得很多信息。你可以找到一部影片，在它的数据分析里面就能够找到这个续看率图。例如这里会出现几个按钮，首先第一个是简介，会告诉你在一开始的半分钟的时候还有观众仍在观看，这里会显示无间断的片段，有高峰也有低谷，这里会显示你的平均观看时长，然后你的续看率比例。如果你的影片出现了这些低谷，就代表观众离开你的影片或者直接跳过了这些片段。如果有出现这种高峰，就代表着观众在反复观看这个片段。你也可以选择展开，在这里就能够直观的让你看到你在影片里面说了哪些话导致了观众离开你的影片，或者是导致了观众反复观看这个片段，这样你就能够在今后的影片里面避免说一些话导致观众离开你的影片。第7个重要数据就是展示点击率。我们之前有提到展示点击率，这里我建议大家更看重每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并且我也会推荐一个工具能够帮你提高影片展示点击率。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选择覆盖面，在这里就能够找到影片的展示点击率。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每天的展示点击率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 YouTube 算法会推荐的影片给一个观众群体，如果他们的反应不好，他们的展示点击率不高， YouTube 算法就不会继续推荐给这个观众群体。YouTube 算法想要推荐给一群观众，他们是愿意点开的，所以 YouTube 算法就会不断的帮你找最适合的观众。很多时候我们在上传一部影片之后，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不高，这就会很严重的影响影片的表现。这种情况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你没有做好影片的缩图。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你也有调整的方法，
那就是更改你的缩图。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你更改缩图之后就能够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这时候我推荐你使用 TubeBuddy 的 A/B 测试工具。TubeBuddy A/B 测试能够帮你测试2版缩图，你可以选定一个时间段，然后 TubeBuddy 就会自动帮你切换这2版缩图。在测试好之后，它就会给你结果，会建议你使用原版缩图还是新版缩图。这里我展示给大家如何建立的 A/B 测试。你可以点击这个创建 A/B 测试，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测试的影片，你可以选择测试缩图或者是测试你的元数据。这里我们选择测试缩图，然后你可以选择时间，例如14天，然后点击继续。在这里你就可以上传一版新的缩图。在上传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测试。然后在14天之后 ，TubeBuddy 就会告诉你，你是应该继续使用你的旧版缩图，还是使用新版的缩图。TubeBuddy 的另外一个很有效的功能就是 Click Magnet。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功能，点击开始。这里有个 CTR Opportunities， 这个功能就是能够让你知道你的频道里面哪些表现好的影片，它的展示点击率是很低的。如果你能够提高它的展示点击率，这部影片表现会更好。这种影片就适合我们做 A/B 测试，在这里你就可以创建 A/B 测试。TubeBuddy A/B 测试需要你升级到 Legend 版本。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个功能，可以使用我评论区的链接，免费使用30天这个版本。第8个重要数据就是回访观众，这是一项新的数据。从这项数据你能够知道你的频道是否有在成长，你和观众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喜欢你的内容。你可以来到你频道，选择数据分析，选择观众，在这里就可以找到这个数据图。你可以看你每天获得多少回访观众，或者是多少新的观众。回访观众就是以前观看过你频道影片内容的观众，新的观众就是第一次来到你频道的观众。我之前有发过一部影片，有详细的解析这项数据，根据不同情况给出了对应方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9项重要的数据就是每部影片的订阅者。很多观众都告诉我自己的影片观看量不错，但是订阅者增长得很慢。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后台去查看每部影片给你带来多少订阅者。例如我可以点击这部影片，选择观众，点击订阅人数，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部影片获得356个订阅者。这里有显示订阅者的每天增长情况。这样数据为什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影片是否有给你带来订阅者，你要理解背后的原因。如果你影片没有给你带来订阅者，有可能是因为你在你的影片里面没有进行行动呼吁，没有提醒观众去订阅你的频道。所以在下次的时候，你就要记得提醒观众去订阅你的频道，或者是因为你的影片续看率不高，观众早早的就离开你的影片，所以你就要提高你的内容质量，给出更多的价值。第10个重要的数据就是片尾画面点击次数最多的影片。之前我没有说到，如果你能够让观众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越久越好，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推荐量。其中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片尾画面，片尾画面就会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你可以链接不同的影片，观众可以点开这些影片继续观看，这样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观看量，获得更多的观看时长。在 YouTube 后台数据里，有项数据是展示在片尾画面点击次数最多的影片。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后台，点击互动，在这里就会有显示在过去28天里面片尾画面点击次数最多的影片。例如在过去28天里，这部影片获得了143次点击，这部影片获得121次点击，这部影片获得65次点击，这部影片获得57次点击，这部影片获得48次点击。同时你也可以展开更多，这里还会显示更多详细的数据，例如有观看次数，有片尾画面元素的展示次数，有片尾画面元素的点击次数，有每次展示所获得点击次数比。这里给大家一个技巧，能够让你最大的发挥片尾画面的作用。大家在片尾画面里面放入影片，尽量是和这部影片类似的话题，这就能够保证如果观众看到了影片结尾，他们也会有兴趣看这些影片，这能够让你的观众继续留在你的频道里面观看更多的影片，给你带来更多的观看次数，给你积累更多的观看时长。YouTube 后台有非常多的数据，这10项数据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这10项数据，来帮助你频道更快速的成长。我的频道里面还有很多关于 YouTube 频道经营的方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为我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